谁能想到一具埋葬了2000多年的女尸仍面目如生？谁又见过一碗历经2000多年的藕片还会腐烂？1971年，当地驻军在马王堆修建一所地下医院时，土缝中竟冒出了许多阴蓝色的鬼火。专家经过初步勘探，判断下面应该是一座古代墓葬。次年1月，考古队开始进行抢救性发掘。当推土机挖开表面的封土后，人们发现了一层白膏泥。这种粘土有着非常好的密闭性，所以古人常用来隔绝空气，保护墓葬。清理白膏泥的过程中，工人还在夹层里发现了一些树叶。让人难以置信的是，这些树叶历经了1000年时光，依然是青翠欲滴。另外还发现了一个黄绿色的竹筐，明显是当时施工队在填土时留下的建筑垃圾。而白膏泥下面是一层用于防潮的黑色木炭，相当于今天的干燥剂。整理出来的木炭足足装了4卡车，共有5吨多。随着几天的挖掘清理，一座深达20米的方形螺旋状墓坑渐渐出现在了大家眼前。在墓坑底部摆放着一座巨大的椁室，如同一所小房子。它由10块大型木料拼合而成，最大的一块重达1吨多。椁室的中央放置着墓主的棺材，四周的边箱里则填满了琳琅满目的陪葬品，其中有700多件色泽鲜艳的木质漆器，从锅碗瓢盆到家具兵器一应俱全，甚至还有用来娱乐的博具。像这个小小的化妆盒里放了一面铜镜，以及粉刷木梳和胭脂粉扑等各类化妆品。与此同时，还发现了100多件精美的衣裤鞋袜，堪称西汉时期的时装秀。特别是这件素纱禅衣，仅仅只有49克重，如果去掉领口和袖口的镶边，就只剩下25克，折起来可以放到一个小小的火柴盒里，真是薄如蝉翼，轻若云烟。后来研究所利用现代的技术设备反复试验，花了13年的时间，才仿制出一件相同重量的单衣。而在其他边箱里还发现了熏炉草席和木俑乐队，一旁摆着5菜1汤和几串烤肉。而其中一个漆器里竟然飘着一层2000多年的藕片。不过就在大家忙着照相的瞬间，藕片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氧化挥发了。还来不及思索藕片消失的原因，人们又忙着打开了墓主的棺材。它由70块上好的天然木料拼接而成，里里外外一共有4层。最外面的黑漆素棺没有任何的装饰纹路，第2层棺材上则绘制了111个怪兽和神仙，整体看上去有一种神秘的远古气息。在棺盖上还铺着一层长达2米的神秘帛画，相当于引魂幡。这幅T字形帛画从上到下分为天界、人间、地府3个部分，有点类似于佛教的6道轮回图。地府有一个巨人双手托着大地，人间是辛追晚年的生活情景，天界里有9个太阳，最上端的中央是一个人身蛇尾的女神。关于她的身份可谓是众说纷纭，有的认为是女娲，有的认为是伏羲。第3层棺材外面绘制了龙虎鹿凤一类的祥瑞，寓意着引领墓主人得道升仙。根据当时出土的文物，专家判定墓主人的名字叫辛追，丈夫是西汉初年的侯爵李苍，曾担任过长沙国的丞相。最后一层内棺涂满黑漆，外面装饰了一层精美的丝织品。棺中的女尸裹着20多层华衣丽服，涵盖了春夏秋冬4个季节的衣物，上面还盖着2层丝绸被子。这些历经2000多年的绫罗绸缎虽看起来鲜艳如新，但却散发着刺鼻的酸臭味。专家一揭别像臭豆腐似的一把抓在了手里，这时大家才明白衣裳被褥几乎都腐烂了。后来考古队花了2个星期剥开了所有的丝绸麻布。让人瞠目结舌的是，埋葬了2000多年的辛追夫人却像刚死不久，连皮肤都是黄的，按上去甚至还有弹性，部分毛发睫毛也仍旧尚在。经过解剖，医学专家发现辛追胃里有上百颗没消化的甜瓜子，由此判断出他是过量使用甜瓜引起了心绞痛，最终才撒手人寰。也就是说，辛追很可能是吃多了撑死的。
而纵观人类历史，能保存上千年的尸体多以木乃伊、小河公主一类的干尸为主，但像辛追这样埋葬了2000多年仍完好如生的尸尸，则是前所未见。这不只是世界考古史上的奇迹，也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。传言当年日本为了研究中国古代人类的遗传密码信息，愿意重金购买女士的一根头发，美国甚至想用月球土壤作为交换，但中国都没有答应。后来中国刑警学院利用刑侦技术复原了辛追年轻时候的样子。根据相关研究，人的面相取决于颅骨的形状，只要颅骨保留完整，2000多年前的女尸和日常破案中遇到的尸体基本上没有区别。于是中国刑警学院根据辛追颅骨的 X 光片，还有出土时拍摄的面部照片，正式还原了他当年的花容月貌。在之后的3年里，考古队又先后发掘了3号墓和2号墓。3号墓虽然并没有发生1号墓那样千年不腐的奇迹，但却出土了大量珍贵的帛书竹简，内容涵盖了历史、军事、医学、天文等各个方面，其中不乏一些失传了上千年的绝版古籍。比如《道德经》实际上是得道经，德篇在前，道篇在后；还有莫耳熟能详的大器晚成，则是大器免成。其余像这种一字之差谬之千里的例子不胜枚举。3号墓还发现了一幅帛画，上面会有44种模仿动物的健身动作，旁边还配有详细的文字说明，记述着不同的运动方法治疗不同的疾病。这幅帛画其实就相当于当时的健身体操。当时人们常常通过星辰天象来预测吉凶祸福，从而形成了古代天文学。在3号墓出土的占卜书籍《五行占》中，详细记述了5大行星自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3年，整整70年的肉眼观测数据。其计算的行星汇合周期和今天用高科技精密仪器观测的数据相比，误差仅为半天左右。而另外一本《天文气象杂占》则详细绘制了彗星不同时期的形态，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彗星图，比西方好早上1000多年。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有多高。在3号墓还出土了一幅军事地图，描绘了湖南、广东一带的山脉、河流与道路，上下还有比例尺，像地图上河流的弯曲形状和真实的几乎一致，虽比不上今天，但却比清朝的地图准确很多。而2号墓的规格显然比1号墓和3号墓都差，随葬的文物也显得比较寒酸。倒是在发掘过程中，意外发现了一个笔直的圆形盗洞，里面留有一个唐代的饭碗。也就是说，这座汉墓早在唐代就遭到了盗掘，盗墓贼甚至还在里面吃过饭，而他的饭碗如今也成为了文物。综合2座墓的出土文物，专家判断2号墓主是代侯立苍，3号墓则是他的儿子。但由于密封差和盗掘问题，墓中的尸骨早已腐烂散架。而辛追夫人之所以能千年不朽，主要是因为白膏泥能有效地隔绝空气和水，底下还铺了一层40多厘米厚的木炭层，起到吸湿防潮的作用。再加上4层棺木和衣裳被褥的层层包裹，使得尸体完全处于一个恒温恒湿、极度缺氧甚至无氧的环境。所以经过细菌的初期侵蚀后，尸体便完全停止了腐烂，一直静止在这个鲜活的状态。但中国的很多古墓也采用了同样的方式下葬，但都没能逃过肉腐重生的下场。所以辛追夫人能千年不朽，除了一些客观原因外，也是历史的偶然。